上集我哋講到毗約拿巴拉雅族入面嘅第三道門，第三道門係第三晚啦。咁我哋講過第三晚唔一定係見鬼、見神、見前世嘅，真正值得講嘅第三晚係一種內在嘅觀看能力。嗱，你匿埋眼之後，你唔係淨係見到黑噶嘛，你會見到顏色啊、光點啊、殘影啊、想像啊、記憶啊、潛意識嘅畫面。但係最重要嘅唔係見到啲乜，而係你有冇覺知去分辨呢個係殘影、幻想、恐懼定係投射，定係一種更深層嘅內在經驗。所以咧，第三晚之門咧，其實係由外去外在觀看，轉到去內在觀看。咁條片咧，我哋就由呢個觀看轉到去另一個入口，就係聆聽。如果第三晚係內在觀看，咁第四道門就係聲音之門。嗱，聲呢樣嘢咧就好奇怪嘅，你睇唔到佢，但係佢又可以即刻影響到你。一首歌可以令你諗起一個人啦，一個鐘聲可以令你個心突然之間靜咗落嚟，一句説話可以令你開心一日，亦都可以令你嬲足10年。一段奏音可以令到成個空間都充滿住完全唔同嘅氣氛。一聲木魚，一下鈴聲，一下鼓聲，可以令到由日常世界突然之間進入到去呢個宗教嘅空間。所以咧，你會發現好多宗教咧都非常之重視聲音。佛教有念佛啦、持咒啦、誦經啦、木魚啦、鐘啊、鼓啊咁樣啦。道教有誦經啊、曝光啊、發鼓發鈴號角。咁啊，天主教有聖詩啊、唱詩班啊、管風琴啊。藏傳佛教有啲嘅低沉嘅喉音、法螺或者長號等等嘅嘢啦。印度傳統咧就有呢個梵唱。點解咁多都係聲音呢？因為聲音本身就唔只係聲音咁簡單，聲音可以改變空間，聲音可以帶動情緒，可以集中注意力，可以令到身體震動，可以令到人散亂，帶翻去一個中心。所以喺毗約拿巴拉雅族入面，去到聲音呢一組方法咧，其實係好有意思。聲音最神秘嘅地方，唔係佢響起嗰一下，而係佢消失之後，你突然聽見原來無聲並唔係空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。嗱，咁呢份講義啦，第四講就係講啦，融入內在宇宙的同呢個融入聲音末端的浩瀚。嗱，而第14至到第18個法咧，個方法咧就係集中講即係塞住隻耳仔裡面嗰啲內在嘅聲音啦，即係我唔再靠外耳去聽嘢啦，而係聽我內在嘅聲音。喺聲音開始同消失，同埋呢個聯絡中心嘅聲音，同埋一種發出聲音微慢慢去冇咗嗰種聲音之後，一個無聲嘅和聲。即係話咩咧？呢一組方法咧唔係普通聽音樂，而係由聲音變成一條路，由聲音去到無聲，由震動去到寧靜，由外面聽到嘅聲入到去身體內部嘅聲，有形嘅音變成無形嘅覺知。嗱，呢個就係聲音之門。我哋先講下最出名嗰下聲先啦。嗱，咧可以寫做 OM， 亦都可以寫做 AUM。嗱，好多人咧成日都聽到都會覺得係瑜伽班開頭嗰下啦，一班人坐喺度咁啦。咁有啲人會覺得哇好神聖，好舒服；有啲人會覺得哇好尷尬喎。有啲香港人咧第一次聽嘅時候仲可能哇係咪雪櫃摩打聲嚟嘅？你哋扮緊咁，但係咧印度傳統入面咧唔係一個普通嘅音，佢被視為一種原初聲音、宇宙嘅聲音啦、源頭嘅聲音啦。唔同傳統咧有唔同嘅解釋方法嘅，但係重點咧唔只係用嚟講，係用嚟進入。嗱，你唔係只係發出一個聲，你透過呢一個聲感覺到震動，感覺到身體，感覺到意識慢慢被集中。嗱，喺呢份講義入邊講得好清楚嘅，密宗或者藏傳念經嘅聲音咧，好多時候都係傾向一種好低沉嘅甚至會唔跟住去念嘅，只係現場聽嘅啫，都會覺得成個身體係震動嘅，能量係會被帶動嘅。嗱，呢個講法咧，書入面咧用嚟説明點樣去激活身體能量嘅工具。呢個好值得講其實，因為聲音最直接嘅地方
就係佢唔需要你去相信。嗱，你聽到一聲啦，低沉嘅鼓聲，個胸口咧可能會震一震。你聽到尖鋭嘅刺耳聲，你個身體可能會起晒雞皮會縮。你聽到一首好悲涼嘅歌，咁情緒自然會好低落。你聽到寺廟嘅鐘聲，人可能自然會靜。我聽到上面隻狗吠，可能我又會燥底，係咪？所以聲音咧同身體本身咧係有關係嘅，佢唔係純粹思想層面，聲音係直接撞入你身體。AOM 或者 AUM 都好，通常會分成3個部分去解釋。嗱，我用 AUM 去講啦 ，A 係打開 ，U 係延續 ，M 係收束。如果用聲音過程嚟講咧 ，A 就好似聲音由身體深處開始打開 ，U 就好似聲音一路流動轉化 ，M 就好似聲音最後收翻入頭部、鼻腔或者內在嘅震動。而真正最重要嘅唔係 AUM 啦，係 M 之後。即係聲音消失之後嗰一下，嗱，呢個位咧就同第一集呼吸之門咧又連得翻嘅。第一集講咧呼吸最神秘嘅未必係吸，亦都唔係呼，係兩者之間嗰下空白。嗱，而第4條片我而家喺度聲音最神秘嘅唔係響起嗰一下，亦都唔係震動最大嗰下，而係聲音慢慢消失，最後跌入無聲嗰一刻。嗱，同一個邏輯，呼吸有空檔，聲音都有空檔。而修行好多時候咧，就係訓練你睇到、聽到、感覺到你平時會忽略嘅空檔。所以咧，第16個方法咧就好重要嘅。佢講喺任何一個字母發音開始以及逐漸消失嘅時候，要保持清醒。好簡單啦，聽落去係咪先？但係其實就好鬼深奧嘅，因為一般人聽聲音咧，就係聽內容嘅啫嘛。即係人哋講啲咩啊，歌詞講啲咩啊，旋律好唔好聽啊，咒語係咩意思啊？但呢個方法咧，唔係叫你聽內容，而係聽一個聲音嘅生命，一個聲音點樣產生，點樣持續變化，去到衰弱同消失。嗱，你聽一聲鐘咚，嗱，最初嗰下好實淨，然後聲音開始就擴散，再慢慢變細，變到好似仲有，又好似冇，最後完全消失。而你真正要留意嘅唔係聲音最大嗰下，係佢就快消失嗰一段。嗱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嗰一段最微細，你仲要由聲音由有變成無聽到 ，OK？ 聽到個聲音由有變成無，嗱，呢一個注意力咧係要變得好細嘅，即係你唔好去粗粗魯魯咁聽，你要跟住個聲音一路入去，一路入去，一路入去，入到個聲音完全消失嘅時候，你仍然清醒。呢個就係聲音末端嘅方法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，寺廟嘅鐘聲咧。聽寺廟嘅鐘聲呢個係最好嘅方法，最好嘅例子之一。嗱，一個大鐘一響，嘣咁樣，聲音咧唔係即刻完噶嘛，佢會喺空氣入面慢慢盪，慢慢盪。喺牆壁啊、空氣啊、身體啊、耳仔啊，全部都好似俾佢拖住走咁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如果你喺清晨或者黃昏聽到一下好遠嘅鐘聲，咁你會發現佢真係唔止係聲音，佢似係一條線，一條由外面世界一路拉入你心入面嗰條線。嗱，聲音越遠，你個心就反而越靜。點解好多寺廟咧都要晨鐘暮鼓咧？咁唔止係通知時間咁簡單，亦都唔係製造氣氛。聲音本身就係一種喚醒。嗱，朝頭早嘅鐘聲提醒你由睡眠入去清醒，黃昏嘅鐘聲提醒你白日嘅散亂要入去夜晚嘅收攝。嗱，鐘聲一響，人會自然停一停啦。嗰一下停頓就係修行嘅機會。份講義入面就講到寒山寺鐘聲做例子啦，講清晨未睜開眼嘅時候聽到悠悠鐘聲，可能會跟住鐘聲飄入虛無。文入面咧就有呢一種，即係會將呢一種經驗解釋做一種跟隨鐘聲深入無聲嘅冥想方式。嗱，呢個講法咧，我覺得都幾靚㗎，因為佢話俾你知，有陣時咧唔係主動打坐，係一種聲音啊，已經帶咗你去一種狀態，明唔明啊？第14個方法咧，又會講到另外一個方法㗎，揞住雙耳，關閉外在聲音，聽身體入面嘅聲音。呢個方法都幾特別，因為平時我哋以為聲音全部都喺外面㗎嘛，車聲、人聲、風聲、水聲、音樂聲、手機通知聲，ICQ 聲。但係當你隔住外面嘅聲音，你會發現身體入面其實係有聲，有啲係血液嘅流動，有啲係耳內嘅壓力，有啲係神經系統嘅低噪，有一啲係一種轟轟聲、嗡嗡聲咁樣。書入面咧，將呢一種內在聲音同連埋咗一齊。你揞住雙耳，關閉感官嘅時候，可能聽到身體內部一種天然嘅隆隆隆隆聲，係你可以將佢理解成嘅聲音。
嗱，呢個位點講咧？其實我講得中立少少啦。你可以話佢係身體嘅聲音，可以話佢係內在嘅震動，可以話係神經系統嘅背景聲，亦可以用傳統講法叫佢內在嘅但係重點咧，其實唔係佢叫咩名啦嚇。重點係當外面安靜嘅時候，你先發現自己身體原來一直都有聲音。嗱，幾有意思呢個，因為現代人太依賴外界嘅聲音，一靜你就要播歌，一個人就要開 YouTube， 係咪？瞓覺就要聽白噪音，冇聲就覺得唔自在嘅，唔知點解係要喺度碌廢片嘅，唔知。但係第14法咧就調翻轉，叫你暫時離開外在嘅聲音，聽翻入面，外面冇聲，入面嗰啲先會浮出嚟。呢個同第三晚係一樣嘅，第三晚係外面冇畫面，內在先有畫面啊嘛。聲音之門就係外面冇聲，內在先有聲。所以修行好多時候就係反方向。普通人咧係向外追嘅，修行人係向內收嘅。普通人咧會驚冇聲啦，修行人咧開始聽冇聲入面有啲乜嘢。去到第17個方法就係講言樂。佢話欣賞各種言樂嘅時候，凝神傾聽佢內在嘅中心聲音，如此你便無所不在或者遍於一切。嗱，就咁聽好似好有詩意咁啊呢句，但係言樂咧係一種特別嘅地方啦。佢唔係鼓咁直接嘣嘣，佢都唔係鐘咁會擴散。言樂係拉出嚟噶嘛，聲音係有一條線，有延續，有震動噶嘛。即係小提琴、大提琴、古琴、二胡、琵琶、古箏呢啲，全部都係弦線嘅震動。你聽到言樂，可能你唔止係聽到旋律啦，你會聽到背後嗰種震動啊，你會感覺到一條好細、好連續嘅線。呢條線咧，好似唔係淨係喺耳仔度嘅，佢會喺你心入面，會令到你嘅身體跟住一齊共鳴。所以咧喺第17個方法裏面講內在中心聲音，我覺得可以理解成咧，唔好淨係聽表面嘅旋律，要聽聲音背後嗰下嘅核心震動。嗱，好似一個人講嘢，你唔好淨係聽佢講咩，你要聽下佢把聲背後嗰個心，佢係恐懼啊、憤怒啊、愛啊、虛張聲勢，但係求救咧，同一句説話啦嚇，背後嘅聲可以完全唔同嘅。所以咧，聲音之門唔只係淨係聽音樂，而係亦都係訓練你聽表面以下嘅嘢。咁第18個方法啦，就更加直接啦，發出一種清晰可聞嘅聲音，然後等佢慢慢弱去，感覺隨之深入到無知嘅和聲入面。哇，幾靚啊！又呢本嘢寫啲嘢真係寫得好鬼靚，因為咧佢唔係叫你一直有聲，佢係叫你由有聲慢慢下入去無聲。有聲喺門口，冇聲喺入邊。咁你發出一個聲，然後咧唔係急住去發出第二個聲，而係聽住第一個聲慢慢消失，聲音消失之後，空間唔係死咗，空間係變得更加清楚。嗱，呢個咧就好似你哼一下鈴咁啦，鈴聲咁啦，鈴聲一停，反而成個空間突然之間明顯咗，你會感覺到房間嘅靜，感覺到自己嘅身體，感覺到隻耳仔仲聽緊，係咪？但係已經係冇聲可以聽噶咯喎。呢個狀態其實有少少特別嘅，因為聽仲喺度，但係聲音冇咗。咁你聽緊啲乜咧？你聽緊無聲，呢個就係聲音之門最深嘅地方，唔係聽聲，而係透過聲去聽無聲。呢度咧又要拉翻去咒語嗰度講下先。好多人咧成日都以為念咒咧，重點係念個量數啦，念幾多次啦。我念10萬次，我念100萬次，念到我條脷都斷埋。當然啦，數量係有數量嘅力量嘅，重複係會令人個心集中，重複可以令到你嘅聲音入到身體，亦都令到你個念頭會飄少一陣。但係如果只係機械式重複咧，可能就會變成個口喺度念，但個心去咗買餸。書入面咧有一段講得幾有意思，真正念咒要揾到咒語嘅高潮，有啲持名成就，即係持咒嘅成名者啦，嗰啲持咒持得好勁嗰啲啦，會越念越快㗎。最後長咒變短咒，短咒變拖音，翻去自然嘅另一種咧就係越念越慢，聲音就越嚟越細，由個口念變成心念，甚至連心聲都慢慢融入嗱，呢段咧幾中意嘅我都，因為咧佢講得出咒語嗰兩條路嘅，一條係越念越快，一個就係快到咧字咧融合到變成一個音嘅啫，一個就係越念越慢，慢到所有聲音都消失去，入咗去一個音嗰度，一快一慢，最後都係翻到即係咩啊？表面上你念咗好多次，好多字，好多次，但去到深處，所有字都係翻到一個基本嘅震動。再深一層，就係連呢一個震動都要翻到去冇聲。所有念咒咧，唔係淨係口部運動啊，
念咒真正深嘅地方係聲音將散亂嘅心收翻咗一條線，然後再由呢條線入翻去冇聲。如果念咒只係為咗求嘢咧，即係求財、求姻緣、求贏、求控制人，咁當然另一個方向啦嚇。但係如果念咒係修行，咁佢最終唔係令到你越嚟越嘈，而係令到你越嚟越靜。念到最後唔係咒聲消失，而係念咒嗰個我啊都開始慢慢淡落嚟。呢個咧先係聲音之門。我自己對聲音呢個方法咧都有感覺，其實都幾有感覺。因為我哋咧拍寺廟啦、佛寺啊、道觀啊、法事啊，其實好多時候咧最先打中人嘅咧，絕對唔係畫面，係聲音。你未必會睇得明壇上面佢哋嘅手印，或者佢哋每一段經文，或者知道佢哋每一件法器嘅名，但係一下鼓聲、一下鐘聲、一段經文聲，你即刻知道自己已經唔係普通嘅街市入面啦。我唔係喺商場入面，乜都唔係，因為聲音係改變咗成個場域。同一個房間你可以播商場嘅音樂係一種空間啦，咁你敲木魚誦經咁又係另一種空間啦。如果完全冇聲咧，又係另一種空間喎。所以聲音唔單止係影響人，聲音仲會重塑一個空間。呢個就係點解宗教咁重視聲音。聲音一出，空間就會重新被定義。你由日常進入儀式，由散亂進入收攝，由外在進入內在。咁當然啦，今條片我想講嘅一個重點咧就係聲音之門，唔係叫你迷戀聲音，唔係話一定要聽頌缽聲，唔係話要買個水晶碗翻嚟哼，唔係話要聽432赫茲，唔係一定要聽一堆宇宙頻率咁樣，然後就話哇我第3晚震動啦，唔係咁嘅。聲音可以幫你，但係咧你就唔好俾聲音綁住咗自己，因為真正目的咧唔係聲音嘅本身，真正目的係聲音點樣帶你入去無聲。如果你越聽就越依賴，冇音樂你又坐唔定，冇頌缽就靜唔到，冇背景聲你就驚。聲音只係你嘅拐杖嚟嘅啫，拐杖梗係可以幫你行路啦，但係你唔可以愛上支拐杖噶嘛。最後愛到支拐杖，我連行我都唔想行，我冇拐杖唔識行。所以咧，音樂之門咧有2層嘅。第一層咧用聲音去集中你，第二層咧係聲音消失之後你仍然清醒。第一層係有聲，第二層係冇聲。如果只係喺有聲，你只係享受嘅啫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停咗喺有聲嗰度，你淨係享受嗰啲音樂。但係如果由有聲入去無聲呢下，先至係方法。我亦都覺得聲音之門咧同現代人都幾有關係，因為現代人其實好鬼嘈嘅。邊度嘈啊？入面好嘈啊！你坐低個腦就會有聲。提示聲、焦慮聲、批判聲、回憶聲、自我懷疑聲、計劃聲、後悔聲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你會發現外面越安靜，入面反而就越嘈。有啲人咧唔敢靜落嚟嘅，因為咧一靜落嚟咧，內在嘅聲音就全部出晒嚟。所以聲音修法咧唔係單純聽個靚聲，而係用一個聲音去帶你穿過內在嘅噪音，好似一聲鐘穿過你腦入邊所有嘅雜音。你跟住鐘聲一路行，咁佢就一路消失。當鐘聲消失嘅時候，如果你仲清醒，你就會發現原來無聲唔係空白，無聲係一種好深嘅存在感。呢個就係聲音之門真正想講嘅。而今日呢條片啦，我總結一下啦，有5個重點。第一個重點就係，佢唔係一個宗教音，佢係一種由聲音進入震動，再進入源頭感嘅方法。第二就係內在嘅聲音，當外在聲音被關閉，你會發現身體內部一直係有聲。呢個可以被理解成身體嘅聲啊，內在嘅震動，或者傳統講法入面嘅內在咁第三啦，就係聲音嘅末端。一個聲音響起咧唔可怕，最值得留意嘅係佢慢慢消失嗰一段，因為聲音消失之後，無聲係會浮現嘅。第四就係言樂之聲。嗱，唔好淨係聽旋律，要聽聲音背後嗰個核心震動。嗱，呢個訓練咧係由人嘅表面進入內在嘅中心。到第5啦，咒語翻到去無聲。念咒咧唔係淨係重複字句，真正深嘅念咒咧係由好多字翻去一個音，最後一個音翻到去無聲。嗱，呢5個加埋咧就我理解嘅聲音之門。如果第一條片係呼吸，第2條片係生命力，第3條片係內在觀看，今條片就係內在聆聽。你會發現，比約拿巴拉雅族咧就好似一路將人由外拉翻去入面，呼吸由散亂反應拉翻去身體，昆達里尼由本能消耗拉翻去上升。第3版由外在嘅畫面拉翻去你嘅內在視覺，聲音由外在嘅聲響拉翻去無聲嘅覺知。佢每一道門咧都係一個方向，由外翻去裡面，由粗入細，由有形變成無形，由刺激變成寧靜。所以咧，聲音之門咧唔係最終目的。佢只係條橋嚟嘅啫。你聽一個聲，最後唔係為咗留喺個聲入面，係為咗跟住個聲行到聲音嘅盡頭。然後你會發現聲音盡頭咧唔係冇嘢嘅，
聲音盡頭咧係一片更深嘅寧靜。好啦，咁下一條片咧我就會講由聲音啦轉到去心裡面。即係如果第4道門係聲音，咁第5道門咧就係心輪同埋火。嗱，毗約拿巴拉雅族咧後面咧就開始講一啲好有反差嘅方法，一邊就係融入心間嘅溫暖同愛，一邊就要觀賞身體由腳趾開始燃燒，最後化成灰燼。聽落去就覺得唔係嘛？心輪明明講緊愛啊，突然之間你拉我去火葬場做乜嘢啊？嗱，呢個咧就係正正下一條片最精彩嘅地方。點解溫柔同埋死亡感可以放喺同一道門入面呢？點解愛可以融化自我，火可以燒走執着呢？咁啊，下一條片咧，我就同大家打開呢個第5道門——心輪與火之門。咁多位朋友，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，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咧，可以 email 我嘅，咁啊約下我，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，好冇？多謝你哋。頻道嘅觀眾朋友，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，只要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，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，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，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，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。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，等緊你哋啊！哇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先。嗱，我最近咧出版咗一本電子書，就叫做《把快樂還給自己，活在當下》。內容咧係我一路收集同埋反思，點樣可以令到個心靜翻落嚟嘅一啲小練習同埋體驗。如果你覺得有共鳴嘅話，買翻本睇下都無妨啊，係咪先？唔買唔緊要㗎嚇，幫我喺嗰啲網上評論咧就話評論好睇啊，好好睇啊咁，我已經好開心㗎啦。咁所有連結咧都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㗎啦，多謝大家。